大家好呀，这期节目我们来介绍一个新的Mac mini 服务器远程控制工具啊。这个工具名字叫 Rust Desk，然后它最大的好处当然就是开源免费啦，然后它的速度比较快，所以说我们来这一期进行好好介绍一下这个工具怎么使用。首先，这个视频的章节首先我会介绍一下什么是远程控制啊，防止就是有一些用户可能没有接触过比较专业的远程控制工具。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们要使用 Rust Desk 而不是其他的这个远程控制桌面产品？如何使用 Rust Desk？我会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然后另外也会介绍，然后接下来呢，我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原理的讲解和如何就是自己去建设自己的中继服务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远程控制。其实远程控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很早就已经接触过啊。比如说之前我们很早时间在 QQ 上就会有个远程桌面，对吧？就帮别人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啊，你的鼠标可以在别人桌面上去操作呀，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当然，钉钉和 Zoom 都有类似的功能。然后呢，对吧？这就是所谓的远程桌面，并没有很复杂，就是显示别人的桌面，然后可以去操作别人的电脑，对吧？就是这么个简单的东西。所以说我们为什么需要远程桌面，对吧？当然，首先是为了便捷，对吧？可以帮助别人去解决一些电脑上的问题，比如对方不是很了解电脑，或者是我们可以用来远程办公，或者是比如说实验室有一组数据在跑数据，对吧？我得回家吃个饭，对吧？我不用去上实验室，直接用远程桌面去看一下我实验数据结果怎么样，对吧？这都是很方便的一个工具啊。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数据隔离啊，因为我们一般在一家公司里面工作，对吧？数据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但是我们有时候很多私人的东西呢，就是如果放在公司的电脑上，如果哪天被离职，账号被锁了，对吧？这可能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嘛。自从工作之后，感觉这个还挺明显的。所以说，就是我个人的数据是不会，一般是不会放在个人工作的电脑上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个 Rust Desk 这个产品啊，对吧？首先，对吧？它是开源免费的啊，这非常重要，对吧？免费嘛，对吧？但是免费会不好吗？不，免费它是一个很好，它也是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竞品，其中最大的一家可能就是这个 TeamViewer 啊，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是企业级的产品啊，对个人呢你是可以用是免费的，对吧？但是突然可能就把你的证书给中断了，对吧？那可能就说你商用了，对吧？然后找你收钱啊，价格并不便宜啊，它实际上是比较贵的。然后另外呢，国产呢，它是有个叫花生壳这家公司，它也做了一样的这个远程桌面，他们还做了一些内网参透的产品。早年时候他们还可能技术还比较纯粹一点，现在呢，对吧？也是各种卖服务啊，它的免费的其实可以用啊，但是可能也不是特别好用。我看有人在我之前上一个视频上，在 Mac mini 服务器上这个视频评论下方有人说这个 Parsec 这个工具啊，它应该也是又快又好的一种啊。当然它是不是免费的，它是付费的工具啊。这里我们就不直接做对比了。然后我们为什么使用 Rust Desk 呢？首先它自己有独立的协议啊，而且经过我的测试还是比较流畅可靠的。然后呢，像 Mac 它自己带的那个 Mac 它系统上自带的这个远程操作协议呢，是叫 VNC。然后呢，Windows 这一套呢叫 RPD。然后呢，它们各有优劣吧。VNC 我通过我之前那个 FRP 转接之后呢，我是感觉到是非常的卡，有可能是我转接之后变卡了，然后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吧，反正对我来说可能不是很好使啊。然后 RPD 呢也是比较常规的，但是呢，这个你要支持 RPD 的软件呢，并没有做的，开源的可能没有做的很好的吧。目前我找到就是 Rust Desk，这是用 Rust 写的，它确实很快，而且流畅度还可以。而且因为它是开源的嘛，它是可以自己设立中继服务器的，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它所有的数据信息流，我们不用跟外界有任何交流，全是走我们自己的这个信息服务，这个服务中心。然后呢，另外它就是如果就是我自己没有服务器对吧，怎么办对吧？首先呢，它是可以用这个，如果你什么都不设置对吧，它使用它免费的公共中继服务器，然后它中间理论也是加密的，理论也是安全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对吧，这个如何使用这个 Rust Desk 呢？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呢，我们来打开我们的 Rust Desk 对吧？然后我们如何去找这个软件呢？对不对？我们直接就是去网页上对吧？直接谷歌 Rust Desk，找到之后呢，直接就进入它的官网，官网之后，然后直接下载。下载之后呢，就会跳出到它这个 GitHub 页面上，因为它是开源的应用嘛，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是Mac，Mac 应该是 DMG 对吧？
这里就直接去下载这个软件就好了。然后下载完之后啊，就可以安装。安装完之后呢，对吧？这就不多说了，就变成这个样子。打开这个软件，对吧？打开之后呢，一般呢，它可能会索取一些权限，对吧？如果你需要开启呢，你就在这边就点击，对吧？是否能够记录桌面呀？是否能够开机启动呀？如果你有需要呢，你就把它给开启。另外，我们看一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 ID。这个 ID 是自动唯一生成的，它是不可变的。它有一些更改的方法，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它的 GitHub 上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一次性的登录密码，你可能每次登录一下都会变一次。当然，你可以把它设成固定的，对吧？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设置一下。你看，大概点开之后，在这里，如果点击这个输入密码，对吧？我这里还没权限。如果这里有权限的话，在这里的话就可以设置密码，对吧？你可以把它改成这个固定的密码，使用这个固定的密码，这样就会更方便一点。好，这里我们就来试验一下，对吧？我旁边开另外一台 Mac， 对吧？它的这个 ID 是这个，我来直接连过去看一眼，对吧？我来看一下这个密码是多少，然后密码。OK，我们已经其实你看看到，其实这个桌面上缩放是有些问题的，它是我们做了非常好的这个自适应工具啊，对吧？这就是已经是另外一台电脑了，对不对？然后它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功能，你看这个语音啊，这个是语音，今天是语音的对话，然后这个是复制粘贴的一些剪切板，然后鼠标的控制。你看上面还有个比较重要的功能，你看还有录屏啊，这都是自带的。然后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是啥呢？应该是这个文件传输我看这文件传输在哪？你看这里有一个文件传输，对吧？点开这个文件传输，比如说你看这是 remote computer，这是我自己本地的 computer， 对吧？我看我 download 的那个啥，这里有一个刚下的 Rust Desk， 把它挪到这边去，对吧？我点一下它，然后点一下传送，你看这种因为它在本地嘛，就直接传得很快，就传到这个远程的这台电脑上了。这时候我们在这台远程电脑看一下，好吧？然后看一下这个 download，你看我的这个软件就传过来了。这时候我们记得这里应该也是可以调节这个清晰度的，这个版本可能稍微老一点，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下载最新的版本去试一下，它这个版本兼容性做的还是不错的。OK， 然后呢，我再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功能。然后其他的功能的话，主要就可能没什么特别了，就是它还支持这个聊天框呀，对吧？还有这个你看。到目的电脑上，如果你复制粘贴一些数据文本需要粘贴命令啊，要粘贴过去都可以直接用，包括这些语音电话、键盘，还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OK， 这里也是那个专注模式，对，大概就是这个，它看起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啊。这个分辨率呢其实是可调的，如果下载更新的版本是可调的，其实，然后 OK， 然后我们就测试这边我们就测试到这里。然后我来回到我们的 PPT 对吧？使用起来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直接远程桌面过去去使用对方的电脑，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本地去测这个有本地网络。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呢，我是用左边这台电脑控制右边这台电脑的，右边是一台 Mac Mini， 左边是一台Ubuntu 的这个 Linux。你可以看到这个鼠标的延迟是非常低的，对吧？从左边这台电脑控制右边这台电脑，我们可以再看一遍，对吧？这个你看基本上没有什么延迟，在本地的话。这个基本上是属于没有什么延迟的，所以说呢，这是作为一个开源免费的软件基本上它拥有所有的功能，而且比较稳定可靠，对吧？还免费，对吧？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对吧？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ust Desk 这个原理，大家也不要对吧太担心这个也不是特别的复杂。你看，首先这上面这是一台中继，首先左边这个呢是我们要去客户端电脑，对吧？左边是个我们需要控制的电脑，比如说现在我这台控制电脑可能就是一台 Mac Mini， 对不对？左边这台控制的电脑呢，用客户端的电脑去访问电脑呢，其实可以是 iPad、安卓、iOS、Mac、Linux、Windows。然后呢，这边可被控制的电脑呢，其实就是 Windows、Mac、Linux，然后包括安卓应该是可以的，但是 iOS 跟 iPad 不可以。
对吧？因为它没有开放权限，它在官网上也有说，对吧？然后首先呢，我们去，比如说我们这客户机，对吧？去找它有一个专门的私有协议，对吧？先去握手，找到对面这台电脑，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它的 ID 嘛，对，顺着 ID 就一路找过去，找到 ID 之后啊，再回来握手，握完之后握回来，对吧？如果这台电脑，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中继服务器情况下，这是一台公有的这个服务器啊，对吧？是默认就会有的。然后一旦我们找到对方之后呢，对吧？我们开始传输数据，对吧？像我这种延迟比较低的情况，就是我们是在本地的局域网，对吧？我们直接开始传输数据，就是打通了，对吧？直接就开始传输数据传输文件呀，传输这个视频的这个帧啊，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两台电脑都是在内网里面，他们很难直接通过直接通讯，没有办法直接通讯怎么办呢？对吧？这时候我们就会用了这个中继服务器，对吧？这中继服务器有什么作用呢？对吧？这些中继服务器它有个要求，就是它在公网上有个 IP，对吧？而且得要装上这个Relay Server，就是这个 Rust Desk 的这个 server 端的这个服务啊。这时候呢就可以通过，然后这台远程的电脑呢就会先把这个相关的数据，比如说这个视频帧，对吧？先传到这里，通过它转接到我们这个客户端的这个电脑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双向去交互了，对吧？所以说这就说了嘛，对吧？这个打洞失败了，对吧？我们就用这个中继服务器，因为中继服务器它有公用 IP 嘛，对吧？所有人都能找到它，只要你匹配上密码，对吧？匹配上密钥，对吧？就可以使用这台中继服务器。当然，如果你没有自己中继服务器的话，使用它来免费的，不用做任何设置就可以直接使用。OK， 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对吧？它在官网上这就说了，对吧？大家也要非常小心，对吧？如果别让你装这个 Rust Desk，对吧？要非常小心，因为可能是偷你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工具实在太强大了，你知道吧？一旦你给了它权限，知道你的 ID 跟密钥，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们再去网站上去看一下，对吧？这个 Rust Desk 的这个服务端，如果我们要自己做中继服务器，如何去安装，对吧？这个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复杂，但是开始也折腾我一下。那我这里介绍呢，只介绍一个版本啊，就是介绍这个Docker 的这个版本，我是装在了 Linux 上的，对吧？这个网址啊，大家可以回头我也会贴在视频下方的这个说明栏里面，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这里大概粗略去说一下啊。那首先我们就在服务器上，如果我们开了这个防火墙的话，要记得把下面这些端口打开，对吧 ？UFW。那另外我要提醒一句呢，因为我在安装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要装 Docker，另外我也要去更新我的这个 apt-get 这个包嘛，对吧？我之前防火墙默认是打开，而且设置了非常严格的这个端口政策，因为我怕被别人攻击嘛，这才放在云上的服务器。然后呢，结果我发现我就是装不了 Docker，然后这些服务都装不上，对吧？我就发现有些问题，怎么回事呢？后来发现就是在更新之前，尽量把你的防火墙给关掉，对吧？或者你把这些需要更新用的端口，你可能去查一下，把它都给打开，最好把它服务器给关掉，把所有服务都给装好、弄好之后呢，对吧？再把服务器给打开，把这些端口都给开放了再去弄，对吧？然后呢，这时候呢，去把这个 Docker 的这个 file，Docker 这个 compose file，对吧？拷在你的本地，然后把它给运行一下。哎，哎呀，这种这么简单呀？看一下，应该不是这么简单啊。对，然后对吧？先把这个防火墙给打开，打开完之后呢，对吧？把这个按照这个顺序装一下，都装上之后呢，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服务器上呢，我们是有两个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得到我们中继服务器的 IP，我们自己是知道的，对吧？然后我们要在自己的这边客户端这边去填一下。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这个密钥，密钥在哪呢？其实我们在起完服务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在那个文件夹旁边下面是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面有那个密钥文件，对吧？这里面也有说了，你看就是在那个文件夹目录下面会有个类似这样的文件啊，大家只要用 vim 打开一下就可以找到这个文件啊，这个应该找这个 public， 这个是 key， 把这个 key 粘在这里，然后再把这个你的自己的服务器 IP 粘在这里就可以了。第二个是不用设，他说了可以不用设。然后如果你需要你的客户端跟你的被访问还有你的远程端这两个机器上都需要，事实上这个 ID 跟 IP 跟这个 key， 我们看看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服务器上在哪里设呀？让我们可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进一下我们的设置，对吧？找到我们的 network， 对吧？然后如果你知道密码，对吧？你可以把这个解一下锁，解完锁之后呢，你就在这里输入你这个服务器的 IP， 然后在这里输入你的 key， 对吧？你就可以用自己的服务器了。这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到你这个
叫什么中转的信息。好了，这期节目大概就在这里啊，希望大家注意数据安全啊，然后希望大家能够使用这个软件，能够提供工作学习上的便利啊，所以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订阅、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